应俄罗斯总理米舒斯金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对俄罗斯展开访问。21号，李强分别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及总理米舒斯金举行了会晤，并与米舒斯金共同主持了中俄总理第29期定期会晤。那么，此次访问正值中俄建交75周年之际，不仅巩固了两国之间的传统友谊，更在多个新领域开启了合作的大门。21号，国务院总理李强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李强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普京总统的亲切问候。李强表示，今年以来，两国元首2度会晤，为进一步深化双边关系与合作擘画新的蓝图，注入强劲动力。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保持双边关系良好发展势头，不断拓展全方位互利合作，取得更多务实成果。双方要进一步加强多边协调，不断深化同发展中国家的互信合作，坚定推动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普京请李强转达他对习近平主席的良好祝愿。同日，李强在莫斯科同俄罗斯总理米舒斯金共同主持中俄总理第29次定期会晤。会晤中，双方一致认为，中俄两国务实合作优势互补，潜力巨大。双方要进一步优化合作结构，稳步推进经贸、投资、农业、能源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数字经济、生物医药、绿色发展等新兴领域合作。以举办中俄文化年为契机，深化人文交流，不断增强两国合作的内生动力，提升合作质量效益。会晤后，两国总理签署了中俄总理第29次定期会晤联合公报、新版中俄投资合作规划纲要，并共同见证签署相关合作委员会会议纪要以及教育、科技、化工、绿色建造、海上搜救、跨境货物运输、便利公民往来等领域合作文件。分析指，这些合作文件的签署不仅体现了中俄两国在务实合作上的坚定决心，更为两国关系的未来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中俄两国总理定期会晤呢，今年是第29届，就说明了这个定期会晤已经进行了29年。我们能知道的是，中俄之间的这个合作机制呢，可以渗透到各个方面、各个领域，所以说在这个中俄未来的发展方向上呢，几乎是没有，几乎是全方位的合作，没有不能够沟通的领域和层面，这样呢就有助于中俄双方在未来发展当中及时的交流，及时的把握航向。所以说，目前来看呢，就是这个各个层级的各个领域的合作呢，进展得非常的平稳，那么为中俄未来的进一步的发展和合作呢，打下了非常好的基础。公报中指出，面对外部经济环境的负面影响和持续增长的压力，中俄各领域经贸合作仍保持高水平发展。2023年，双边贸易快速增长，创历史新高，提前实现两国元首确定的2000亿美元贸易额目标，务实合作重要领域取得积极成果。根据海关总署的数据，2024年前7个月，中俄双方贸易额便已达1366.7亿美元，同比增长1.6%。对于中俄双边贸易额总体保持稳中有增，有不少俄方专家认为，这表明两国经贸合作具有稳定推动力。俄罗斯科学院中国与现代亚洲研究所政治研究与预测中心首席研究员安德烈·维诺格拉多夫认为，俄中经贸务实合作的主要推动力是两国政治互信高、经济互补性强和战略协作紧密。莫斯科国立大学莫斯科经济学院副院长阿尔乔姆·雅科夫列夫也认为，目前俄中贸易合作已经形成了坚实的基础，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两国经济的互补性。过去10多年，中国一直是俄罗斯的重要贸易伙伴。除了能源、化工、航空航天、互联互通等传统合作领域，如何培育经贸高质量发展新增长点，是两国未来合作的重点方向之一。俄罗斯亚洲工业家和企业家联合会主席维塔利·曼克维奇认为，俄中两国在高新技术领域的合作潜力巨大，中方在电动汽车、无人驾驶等领域处于世界领导地位。除
除了这个传统领域的合作，像能源啊，像这个机电设备啊，我们现在还扩大了一些新型，就是非传统领域的，就是一些新型领域的合作，比如说像这个数字贸易呀，电子商务啊，还有这个再生能源啊、绿色经济啊、数字经济啊等等。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在农业和食品安全方面。这样的话有助于中俄在经贸领域拓展合作的这个深度和广度。美国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议程已经过半，美国副总统、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哈里斯的竞选搭档沃尔兹21号晚正式接受民主党副总统候选人提名。那么现场有哪些党内大佬亮相助阵？同一天，特朗普也在北卡罗来纳州进行枪击事件后的首场户外竞选活动。为与民主党打对台，特朗普还有哪些新动作？来看报道。It's the honor of my life to accept your nomination for Vic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美国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进入第3晚，副总统哈里斯的竞选搭档沃尔兹压轴登场，正式接受提名，成为民主党副总统候选人，并发表演讲。现年60岁的沃尔兹在获得哈里斯的推举前，并不为美国民众所熟知，因而有分析认为，在其10分钟的演讲中，沃尔兹面临着向美国民众做自我介绍以及阐明竞选阵营的核心信息的双重任务。When we Democrats talk about freedom, we mean the freedom to make a better life for yourself and the people that you love. Freedom to make your own health care decisions. And yeah, your kids' freedom to go to school without worrying about being shot dead in the hall. 当晚的另一大亮点是前总统克林顿的到场助阵。现年78岁的克林顿已满头白发，但这并不阻碍他为民主党再出一份力。不过，克林顿在演讲期间不时停顿，左手还会轻微颤抖，甚至2度说错哈里斯的名字。So in 2024, we got a pretty clear choice, it seems to me. Kamala Harris for the people, and the other guy who's proved even more than the first go-around that he's about me, myself, and I. I know which one I like better for our country. 此外，前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众议院少数党领袖杰弗里斯及宾夕法尼亚州州长夏皮罗等多名民主党籍国会议员都现身撑场。而前一天还在威斯康星州举行竞选集会的哈里斯，也在21号赶回芝加哥现场。值得一提的是，在民主党大会开幕前一天，哈里斯和沃尔兹在宾夕法尼亚州进行竞选巴士巡游时，乘坐了不同寻常的巴士。这辆巴士正是美国特勤局定制的强化装甲防护的地面部队1号装甲巴士，在竞选活动中罕见亮相。据公开资料显示，地面部队1号装甲巴士于2011年奥巴马当选总统后的第1任期内首次投入使用，外观非常独特。从哈里斯和沃尔兹在宾州的竞选活动照片中，可以清楚看到它的关键特征，包括厚厚的装甲玻璃、加固的主门、顶部的卫星通信天线和空调装置，以及前后的红蓝警灯。据悉，每辆巴士的总采购成本约为110万美元。外界注意到，地面部队1号多年来一直是美国总统和副总统候选人的选择。特朗普和彭斯竞选团队也曾在2020年乘坐地面部队1号，但在宾州农村地区行驶时发生轻微事故。由于在竞选期间，现任总统和副总统也仍然需要履行其行政职责，他们必须能够随时使用安全的通信线路。已知地面部队1号的改装中包括强大的安全通信套件、装甲和其他防御措施。哈里斯自从确认接棒拜登参选后，他惊人的吸金能力引发外界高度关注。根据20号提交的联邦披露文件，哈里斯的主要竞选筹款小组在7月份筹集的资金是特朗普筹集资金的4倍，1个月筹集的资金总计突破2亿美元。有分析认为，筹款对美国大选至关重要，因为筹集的钱款可以用在竞选广告以及选民动员工作上。对于影响并争取那些尚未决定要支持哪
一位候选人的选民而言至关重要。不过，前总统奥巴马在民主党大会上提醒，即便哈里斯势头不断上升，目前大选的形势仍然十分焦灼。This will still be a tight race in a closely divided country. 在民主党大会上备受关注的奥巴马在演讲中，除了猛烈抨击特朗普的政策，还嘲讽式模仿了特朗普的标志性动作，引发全场大笑。There's the childish nicknames, the crazy conspiracy theories, this weird obsession with crowd sizes. 不过，面对奥巴马的模仿，特朗普却出人意料地称自己还挺喜欢他的。Well, I thought he was a terrible president. He didn't do the job. I like him. I think he's a nice gentleman. 不过，在隔日于北卡罗来纳州举行的竞选集会上，特朗普又转而嘲讽民主党患上了特朗普精神错乱症，原因正是奥巴马夫妇在演讲中多次讽刺他。They always say, "Sure, please stick to policy. Don't get personal." And yet they're getting personal all night long, these people. 值得注意的是，这场竞选集会是特朗普遭暗杀未遂后首场户外造势活动。讲台上特地架有防弹玻璃，特朗普则站在玻璃罩子里发表演讲。现场还配备了狙击手，以确保安全。在特朗普和他的竞选搭档万斯结束演讲后，警方在集会现场附近还发现了武器，1名男子被捕。另一方面，在美国大选进入倒计时之际，自带庞大粉丝群体的明星为谁站台也备受外界关注。为此，特朗普亲自下场制造噱头。18号，特朗普发布一组宣称美国流行歌手泰勒·斯威夫特及其歌迷支持特朗普的图片，并欣然表示我接受。然而，尴尬的是，多名斯威夫特的粉丝指控特朗普发布的多张照片似乎都是人工智能生成的伪造图。值得一提的是，斯威夫特在2020年美国大选时曾公开出面支持拜登和哈里斯竞选，并在一封公开声明中抨击特朗普的白人至上主义和反移民政策。